三亚呢出了个5两秤，此前呢是绵阳是6两秤。从过去的杆儿秤到现在的台秤，反正几十年了，缺斤短两这个话题就没断过。今天我们就来探讨一下，管好一个秤，它的难度到底有多大？大家好，最新的一个老新闻就是三亚海鲜市场惊现了5两秤，最后被顶格处罚了30万。这事儿呢是7月4号，海南三亚的友谊路下岗职工海鲜市场里，一个网红知名的打假博主叫铁头，来到了这个市场呢，买了几样海鲜，付称以后，这个结果就比较夸张。龙虾商家称重是1.64斤，实际上在付称腰的时候是0.84斤，少了0.8斤。红花蟹商家称的是2.26斤，实际的重量是1.44斤，也少了0.82斤。皮皮虾商家称重是1.76斤，那实际重量呢只有1斤，少了0.76斤，基本上确确实实是照着5折左右打。随后呢，这个打假博主铁头就把证据保护好了，向市场管理部门去投诉。很快呢，三亚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呢就到了现场，在调查确认了以后，做了几点回应。第一呢是督促商家退1赔3，同时呢对商家开了30万的罚单，拉黑并且清理出这个市场。再有呢就是对这个海鲜市场的管理方开出了10万的罚单，理由是管理不严，整个市场停顿、停业、整顿。三亚正值暑期，每天都是数十万的游客，这给当地的经济呢确实带来了很大的发展的动力。但是缺斤短两这事儿，又再一次的让三亚名誉扫地。上一次是春节。众所周知吧，今年以来，像狂飙兄弟、正义兄弟、铁头这些知名的短视频博主，都做打假、缺斤短两的曝光的这种短视频，受到了网民和当地的老百姓特别受欢迎，屡屡成为热榜热搜的这个常客。之前是河南郑州一家30几年的烧烤老店用8两秤坑消费者，再就是7月2号四川绵阳爆出来的6两秤，这当地监管局说这个一定得从严处理。再有就是这个狂飙兄弟在郑州的一个医院门口的水果店，还是缺斤短两。注意，这个医院门口的这个店缺斤短两是高发区。他这个新闻呢，就是这个狂飙兄弟呢找到了市场监督管理局，但市场监督管理局不来，这不是警察来了，最后市场监督管理局才来。几十年了，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这个秤他永远不好意思代表公平，因为咱们几十年都在跟这个黑心秤做斗争。上个世纪的80、90年代，哪一年的315晚会都有秤的事儿，每一年都花样翻新。对于过去是秤砣，现在是电子秤。对于秤的监管，也从过去的工商局过渡到了现在的市场监督管理局，他们都是秤的领导。但是客观上说，市场上的秤到现在为止也没管好过。从自由市场到农贸市场，从早市到超市，从线下到线上，反正缺斤短两永远存在着我们的生活当中。请教过专家，缺斤短两他说这是一个哲学话题，是人性的本质，是性本恶的体现。但是打击缺斤短两却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必须做到的基本的职责。公平社会最基础的体现，最根本的体现，就是您的交易得有个公平秤。之所以没有实现公平秤的理想，官方的说法是要破除缺斤短两这一破坏市场秩序的顽疾，不仅仅要依靠消费者自身或者某一单一部门的力量，而需要全社会共治，形成消费者积极行权、社会团体加以辅助、行政机关主动监管等多位一体的诚信计量运行机制，才能有效破除套路，营造诚信经营的良好氛围。听完这段话这有的网友就说，这怎么听怎么看都像在说谁也没辙。其实这个话题很简单，秤它就是市场监督管理局管，没管好就是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职责。公平交易是市场监督管理局成立的根本。谢谢大家。